养肝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养呢？其实早上有3个养肝黄金期，若能抓住，肝脏会越来越好。第一个，早上吃早餐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呢是非常重要的，经常不吃早餐会给肝胆造成伤害，所以每天早上吃一顿有营养的早餐，对肝脏健康也有好处。第二个，早上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，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，这时呢，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能稀释血液，还能够促进肝脏排毒，帮助滋养肝脏。每天坚持，肝脏也会越来越好。第三个，早上排便。早上是排便最好的时间，排便能排出体内毒素和垃圾，为肝脏减轻负担，也有利于肝脏健康。那养肝是非常重要的，除了做好上面这3件事外，也可以常喝一些养肝茶，比如菊花茶。菊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具有疏散风热、滋养肝脏、平肝养阳的作用，所以呢，经常喝点菊花茶也能够让肝脏越来越好。我们经常说养肝，其实就是滋肝阴、养肝血。那很多人会有晚上睡不着、半夜总做梦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就是肝血不足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常吃2样食物，帮你补足肝血。1. 黑芝麻。黑芝麻大家都熟知，是很养人的。黑芝麻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、卵磷脂以及多种微量元素。那经常吃一些有很好的滋补肝肾、养肝血的作用。建议大家可以将黑芝麻磨成粉，这样会更好吸收一点。2. 枸杞。枸杞是很好的食物，其味甘性平，有疏肝理气、补肝阴、养肝血的作用。那经常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肝护肝，促进睡眠，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哦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感觉嘴里苦苦的，还臭臭的，有的刷完牙就会有所缓解，但如果刷完牙还是没有缓解，就要小心了，可能和3种疾病有关。第一，胃火旺。如果高蛋白、高脂肪的食物吃多了，堆积在肠胃不能够消化，那么就容易引起胃火。胃火旺的人就会有口干、口苦、口臭，并且伴有烧心、胃胀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蒲公英泡水喝。第2，肠道堵塞了。如果肠道堵塞，也会使人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有便秘、色斑等症状。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。第3，肝火旺。除了胃火旺，肝火旺也会引起口苦口臭，同时呢，还可能伴有眼睛干涩、失眠多梦、脾气暴躁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常喝菊花茶，有助驱肝。生活中很多人会有口臭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胃火旺盛引起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降胃火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穴位，没事的时候按一按，帮你消灭胃火。这个穴位就是手上的劳宫穴。劳宫穴在手掌心，将手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，属于手厥阴心包经，与心经和胃经相连。那经常按摩有健脾养胃、清热降火、去寒邪的作用。对养心呢也有很好的效果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按揉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如果能每天坚持按摩，对降胃火、缓解口气有一定帮助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相信大家身边都有很多胃不好的人，其中幽门螺杆菌是最常见的原因，它呢很容易给胃黏膜造成伤害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好好养胃。那不妨试试大自然留下的3种养胃食物吧。第1种，山药。山药是药食两用的食物，相信很多人喜欢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它所含有的淀粉酶和氧化酶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，有很好的养胃健脾的作用。第2种，菠菜。菠菜是很有营养的蔬菜了，菠菜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植物粗纤维，经常吃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修复胃黏膜，也有很好的养胃作用。第3种，猴头菇。猴头菇是一种菌类，含有多种氨基酸、多糖体和矿物质，经常吃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帮助修复胃黏膜。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猴头菇汤。话说养肝如养命，好肝要靠养，但生活中一些不好的习惯对肝脏都有损伤，比如一些食物，希望大家尽量少吃。腌制的食物，很多人都喜欢吃腌制食物，但是这类食物在腌制过程中会产生亚硝三甲，如果经常吃，容易损伤肝脏。
没变的食物，那生活中很多人节俭，即使食物没变，也不舍得扔掉。但是没变的食物会产生有害物质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也容易伤害肝脏。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是高热量、高脂肪食物，如果吃多了，不仅会使身体肥胖，也会给肝脏带来负担，导致肝脏疾病。所以想要肝脏好，上面这3种食物要尽量少吃，这样肝脏才会更健康哦。饿的人睡醒后一般有3个表现，若都没有，血管还算健康。睡醒后视力模糊，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。如果养分不能够及时的供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。睡醒后身体疲惫，脑袋昏沉，血管堵塞也会影响大脑的供血。如果大脑供血不足，睡醒后就会感觉身体很疲惫，脑袋昏昏沉沉的。睡醒后手脚冰凉麻木。我们的四肢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管堵塞，流到手脚的血液变慢，就可能会出现手脚冰凉和麻木的情况。那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还算不错哦。血管堵塞的人晚上睡觉会有3个表现，若都没有，血管还不算太堵。1. 睡觉时流口水，如果发现自己在晚上睡觉时总是一侧流口水，就可能是在提醒你血管堵塞了。2. 睡觉时胸闷胸痛，如果心脏血管堵塞，那么睡觉时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、胸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留意。3. 睡觉时脚发凉，血管堵塞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，那这样睡觉时呢就会有脚发凉、发麻的情况，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也不要忽视了。那时候血管都是干净有弹性的，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里会出现垃圾，血管也会老化变硬，出现血栓，对健康有很大影响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拿一把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双脚踩地，双腿并拢，先将双脚脚后跟抬起，这样一抬一落反复做，然后再把脚尖抬起来，用力的绷紧脚趾，停留3秒，再慢慢的放下，也是反复的做。那这个动作每天早晚做1次，每次5到10分钟，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对清理血液垃圾、减少血栓有帮助。不过呀，如果能再搭配食疗，多吃一些清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木耳等，对疏通血管效果会更好哦。说到血栓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血栓通俗点说呀，就是血块。血管哪里出现血栓，哪里就会堵塞，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平时呢，要多注意清血管，防血栓。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。平躺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自然伸直，双手叠放在腹部，然后用力的勾脚尖儿，坚持10秒，再用力的绷脚背，也是坚持10秒，这样勾一下绷一下，每天反复的做5分钟。大家做的时候要做到最大的幅度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踝关节，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，对清理血管、预防血栓有很大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大家呢还可以配合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玉米啊、山楂啊、坚果类等，对血管健康都有帮助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，我是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血糖高不高，不妨看看脚，若没有2种变化，说明血糖还算平稳。第一，脚部反应变迟钝。如果体内血糖高了，神经系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若是脚部神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脚部反应迟钝的情况出现。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变化。第二，脚部无缘无故发麻。双脚处于我们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糖高的话，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这样就可能会有脚部发麻的情况。若你双脚总是无缘无故的发麻，就要小心了。那上面的这2种变化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哦。生活是越来越好了，啥吃的都有，但俗话说病从口入，不好的饮食习惯使得很多人血糖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怎么判断自己血糖高不高呢？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，若没有3个变化，血糖还算稳定。
一、手部异常红肿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会影响身体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双手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血液和氧气，就可能会出现红肿。二、手指异常发麻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手指被压到了，可能会发麻。但如果无缘无故发麻，那么就可能是血糖高，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所引起的手指发麻。三、手指伤口不爱愈合，血糖高容易引起血管病变，身体免疫力下降，那这样就可能会出现手指伤口不爱愈合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。得了，就8本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